近段时间，北约国家可谓是动作频频，尤其是美俄在黑海发生了直接冲突之后，让火力军觉得是不是北约下场的机会已到，让人觉得现在已经处于参战的倒计时了。无论是帮助乌克兰赢得春季反攻，还是彻底打垮俄罗斯，此前美国已经表明了何时下场参战，那就是乌克兰战败的时候。而现在又一个国家表示，在乌克兰无力赢得战争的时候，也要下场参战。同时，北约数十万大军也将部署到俄边境，大战一触即发。波兰这个国家绝对是北约阵营中最痛恨俄罗斯的。从开战之初，波兰在援乌这件事上就尽心尽力，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恨不得彻底摧毁俄罗斯这个世仇国家。在3月18日的时候，波兰驻法国大使罗西谢夫斯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宣称，如果乌克兰在冲突中落败，波兰可能会直接与俄罗斯开战。在目前的局势下，俄乌战争只有2条路可以走，要么乌克兰在战争中获胜，成功捍卫独立，收复失土，要么波兰和北约直接下场参战。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些话的意思，那就是波兰已经做好与俄罗斯开战的准备了。这番言论一出，瞬间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紧接着，波兰大使馆火速澄清，罗夫谢夫斯基只是警告乌克兰战败将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强调援乌的重要性，并没有直接参与冲突的打算，是媒体的错误解读。说真的，火力军非常佩服波兰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小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波兰在援助武器方面极为慷慨，是首个真正向乌克兰援助豹2主战坦克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将米格29交给乌克兰的国家。虽然数量并不算多，但在很多方面波兰都是领头者。再加上波兰还派出了数千志愿者进入乌克兰作战，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强的。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冲突，这一年波兰大量扩军，与美国达成一系列合作计划，包括800枚地狱火导弹等等，又或者是从美国采购500套海马斯，并计划部署在俄边境。波兰还在全国范围内为平民开展军事训练，希望可以将波兰打造成数1数2的军事大国。种种举动已经说明了波兰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以及对俄罗斯的深恶痛绝。因为在波兰看来，如果乌克兰战败，波兰与俄罗斯之间再也没有缓冲地带，原本两国就有仇恨，再加上波兰一直以反俄先锋自居，在这种情况下，波兰总统莫拉维茨基曾明确表态，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打败俄罗斯。波兰大使的上述发言看来也是无意中说出了心里话。前段时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式宣布将向议会提交允许芬兰加入北约的批准书。不出所料，将在4月中旬之前通过批准书，允许芬兰单独加入北约。相比还在与土耳其闹别扭的瑞典，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地缘价值明显更高。如果北约在这里驻军，将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俄军的国防力量。很快，北约就有了一项计划，是北约讨论地区防御计划期间，一位北约官员提出，他觉得面对日渐强大的俄罗斯，北约需要大量已经准备就绪的部队来与其对抗，同时也为了阻止俄乌冲突的范围扩大到乌克兰以外的地方。在未来几个月内，北约将在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更多的军事存在。北约有可能会在俄边境部署30万军队，这30万大军主要分为2个梯队，第一梯队由10万士兵组成，将在10天内部署完成。士兵来自波兰、挪威、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等国家，部署在和俄罗斯接近的地方，呈一线展开。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防止俄罗斯对北约的东翼构成威胁。北约东翼这2年是一个特别热的词汇，这片区域包括捷克、波兰、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原东欧的9个国家。这些国家是当年从苏联中分离出来的，分离出来之后，他们一致的情感是对前苏联怀有对抗和不满，所以对现在的俄罗斯同样不满。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这些国家迅速调整，将自己许多的军事力量，包括军事装备，都援助给了乌克兰，甚至有些国家还将自身军费的20%拿出来给乌克兰，而拉脱维亚更是将自身军费的40%拿出来，对乌克兰来说可谓是倾囊相授。现在他们自己的力量不足，北约准备集中力量来把他们各国的军队、弹药、武器都用在这儿。第二梯队的部队作为支持力量进行部署，准备在10至30天内在德国等国组建。这样一来，北约将形成一个强大的火力网和空中优势，在遭遇到俄罗斯可能的进攻时，能够迅速反应和反击。这一计划将在今年7月份维尔纽斯的峰会上来做出决策。如果这项部署成型，对俄罗斯来说就是大军压境了。俄罗斯在开战之初就是希望能够阻止北约东扩，但现在芬兰与瑞典因为俄乌战争投入北约怀抱，芬兰加入北约更是板上钉钉了。这就意味着俄边境已经陷入重兵包围之中，对普京来说，俄罗斯战略地位将极其艰难。不仅是北约增加兵力部署，而且北约许多国家都在大幅增加军费。在俄乌开战之后，德国一下就增加了1000亿欧元的军费，将军费占 GDP 的比例提高到了2%。更狠的是波兰，2023年波兰的军事预算里边占 GDP 的4%，未来将拿出更多资金招募士兵，不断壮大军队规模。这简直是不可思议。这就意味着在抵御俄罗斯的问题上，北约各国的看法基本一致。可以看出的是，北约已经在为乌克兰危机做下一步打算了。尤其是觉得乌军在有大量援助的情况下，依然无法打退俄军的攻势，北约已经决定下场参战了。从目前战场形势来看，俄乌双方都不能占据绝对主动，你来我往，双方互有胜负，总体上还是处于消耗战。战况最激烈的巴赫穆特也是俄军打下一点点，乌军反击回去，来来回回的拉锯，对整体战役并没有什么影响。唯一的好处是，双方都在耗时间、消耗人员、装备和弹药，彼此榨干对方的后勤补给。虽然乌军仍能与俄军在战场上五五开，但北约已经坐不住了，只能说明，要么北约不想再拖，想要速战速决，尽快将俄罗斯拿下；要么就是北约已经消耗不起，无力负担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消耗战，倒不如加大筹码，发动更加强大的攻势。30万大军正式下场，绝对称得上北约的一次大手笔。只是这件事远没有这么简单。即便北约各国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一致，不过一旦发起具体行动，尤其是涉及30万兵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上，在很多细节方面，各成员国都有自己的盘算。在兵员抽调、资金、武器支持、指挥以及训练等方面，各方意见很难完全统一。原因很简单，北约成员国中多数都是小型国家，人口、经济以及军事规模都不算大，突然间要组建30万大军，这就意味着各国需要进行紧急国防动员，同时也需要为新招募的士兵准备大量的训练场和弹药，还有各种配套设施，这无疑具有很大的挑战性，需要时间，更需要成本。30万兵力正式下场，绝对称得上是北约的大手笔。最终这项计划能不能落实，火力军不知道。但这件事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一旦乌克兰与北约联手发动反攻，俄罗斯出动所有兵力也难以阻挡。而且北约这次动作不应该将其看作是对俄罗斯的挑衅，因为对于北约来说，俄乌冲突有可能外溢，是一个切实存在的风险。但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北约必须考虑一旦战火烧到成员国将如何应对的问题。所以北约考虑向俄边境增兵，其实也是防患于未然。另外，由于北约集体防御原则的存在，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与俄罗斯发生冲突，都将演变成整个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如果发生了这件事，美国必然要下场介入。原因很简单，一方面，美国是北约成员国中最强大的存在，相当于北约领导者。如果美国选择作壁上观，势必会影响整个北约的团结；而另一方面，则是整个欧洲的军事力量难以完全碾压俄罗斯。对于北约考虑向俄边境增兵一事，压力最大的不是俄罗斯，而是美国，因为这显然增加了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
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而直接介入俄乌冲突与俄罗斯开战，也不是美国想要的结果。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北约此举也是一种无奈，因为俄乌战争已经开始外溢。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这一部署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提出的，并非一时冲动或头脑发热。早在上个月，北约秘书长就曾强调，北约国家要做好与俄罗斯长期对峙的准备。而在此之前，北约提及与俄罗斯关系的时候，措辞还比较谨慎，多次表示无意与俄罗斯发生冲突。北约开始考虑在俄罗斯边境部署军队，将北约与俄罗斯的对立关系摊开在明面上来讲，这无疑是一个信号，告诉俄罗斯，北约或将与其对面较量。北约如此大的调兵遣将，只有一个届时，那就是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但北约动员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因为这项计划最大的问题就是弹药上。按照北约自己的说法，为了能够援助乌克兰，各个成员国已经掏空了自己的家底，大家辛辛苦苦生产1个月，还不够乌军在前线1周的消耗量。现在巴赫穆特前线的乌军甚至开始自制弹药了，因为北约已经拿不出更多的援助。如果北约真的在俄边境部署30万兵力，需要多少武器以及弹药呢？美国前驻欧陆军司令表示，这将是一个极为耗费时间并且成本高昂的计划。因为你想啊，这30万人可不仅仅是步兵，装甲部队需要坦克、装甲车，空突部队需要各种直升机，此外还有海军、空军配置，舰船、战斗机也必不可少，再加上大量士兵和配套人员的招募培训，这项计划一旦启动，就意味着北约需要消耗海量资源。据北约方面的消息，这项计划将在今年7月的峰会上进行讨论。那如果北约真的把这件事情做成了，30万大军集结完毕，他们接下来又会怎么做呢？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种，如果到时候俄乌前线还在打，北约士兵不排除直接更换军装，以雇佣兵的身份进入战场。在过去的1年多时间中，俄乌前线一直没少过这种雇佣兵的身影，基本都属于北约国家。虽然各国都没有承认过这些雇佣兵的身份，但从俄军前线传回的消息来看，他们截获的通信大多数波兰语和英语，很少听到乌克兰语和俄语。在本月初的时候，五角大楼前顾问曾表示，大量美国军人正在被一些组织招募，以雇佣兵的身份进入乌克兰战场作战。他们取得目的就是为了协助乌军士兵使用北约制式装备。因为在经过1年苦战之后，乌克兰损失了大量有经验的老兵，而一些苏制装备也基本损失殆尽。如今乌克兰装备最多的是西方武器，这对于习惯苏制装备的乌军来说，还是存在着一些困难。目前有大量东欧国家的教官、现役军人活跃在乌克兰战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训练乌军，教授北约制式武器的使用方法。另外，也有部分人员会加入乌克兰雇佣兵军团，前往前线作战。按照这位前顾问的说法，现在北约军事力量对俄乌战场的参与度还不够，未来将有更多西方人员加入战场。大战一触即发，毫无疑问，目前正处于俄乌战争的转折点。乌克兰能否顺利发动反攻，将有可能影响北约这30万兵力的动向。谁也说不定，北约会在哪个时间点将这30万人投入乌克兰战场。届时，俄罗斯就该面临生死存亡了。希望不会爆发核战。你们觉得北约会以什么方式下场？俄罗斯还有没有隐藏的手段？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